随着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入关键节点，蓝白合又现转机。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近期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及该党参选人侯友宜见面，两党正就台立法机构民代席位最大化展开谈判。甚至台中市还出现了蓝白合示范区，让岛内看到了下架民进党的希望。而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的最新支持度则创半年以来最低。侯友宜23号来到桃园市冲刺选情，针对外界关注的蓝白整合进度，侯友宜强调会做最大的善意和最大的努力。面对民意的期待，我会做最大的善意、最大的努力，一起朝政党轮替、蓝白合作往前走。我们现在一直在民意大家的期待底下，一直在往前推进。我会跟所有的立委一起并肩作战，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柯文哲近日分别与朱立伦以及侯友宜见面。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吴怡宣证实，双方将达成共识，即两党在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席次最大化。民众党与国民党保持沟通，希望争取国民党的支持。我们跟朱主席也有很多意见上的交流，因为国民党也是我们希望合作跟争取支持的方向。两个主席碰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甚至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讨论，未来在立委的辅选上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方案。台媒报道称，柯文哲21号晚间与侯友宜再度见面，会谈1小时。就聊天就聊天，那难道一定要聊天？要聊什么吗？互相交换一下意见而已了。谈判哪有那么快有结果？至于外界建议暂且搁置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层级合作，先谈民代合作，柯文哲认为有可能会先找朱立伦谈民代合作，暂缓找侯友宜谈领导人选战合作。这也是一个办法的，当然这样的，有困难的先 hold 住嘛，可以解决的先解决，这也是一种策略。虽然蓝白合如何推进还在谈，但台中市的民意代表选战先上演蓝白合示范区，代表中国国民党竞逐民意代表的林嘉欣成立竞选总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民众党民意代表参选人蔡碧如都现身力挺。我等代表今年第一遍。比如第一遍，另外我们还有什么第一次？我们蓝白合体第一次帮候选人辅选。台中市第一选区民代选战，国民党没提名，由民众党前民意代表蔡碧如对上民进党籍的现任台立法机构副负责人蔡其昌。卢秀燕此前已公开为蔡碧如站台，两人一起的竞选海报也正式出现。台湾媒体评论称，全台都呼吁下架民进党之际，蓝白合新进展又让人看到希望。应该说呢，到目前为止，蓝白还是有和的这个意愿的。毕竟当前这个下架民进党才是最大的民意。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不和的话呢，恐怕蓝白都赢不了。所以说呢，蓝白合是当前下架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说现在呢，他们应该是在积极的去努力。目前看起来呢，蓝白都有和的意愿，但是呢，在和的具体的方法上，就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确定谁当主谁为副，谁来确定相关的这个选后的政治利益的这个划分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恐怕还没有谈拢。蓝白合的新进展，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周在台表态美方不支持台独，都让蓝营加大了对赖清德的攻势。21号晚间，侯友宜举行桃园市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朱立伦、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桃园市长张善政等出席力挺。此次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现场突破2万人，支持者塞满会场。侯友宜称，台湾面临的战争风险，大家要选出创造两岸和平的领导人。在蓝营拥有超高人气的韩国瑜说，明年1月13号是台湾最重要的一场选举，将决定台湾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现在是一个决定，明年1月13号，我们决定对了，我们将走向和平；我们决定错了，我们将走向战争。来支持和平，支持侯友宜市长。
近期的民调也显示，赖清德支持度下滑，蓝白参选人支持度企稳上升。立场偏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23号发表最新民调称，民进党赖清德支持率跌破30%，为29.7%；民众党柯文哲25.6%，国民党侯友宜21.1%。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指出，赖清德支持度跌至今年3月以来最低，与柯文哲差距只有4.1个百分点。侯友宜民意支持度也缓步回升。随着和竞争对手差距急剧拉近，赖清德不再一枝独秀，这是一个重大警讯。美丽岛电子报22号公布的民调则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支持度为36%，但非绿柯文哲、侯友宜、郭台铭支持度总和为46.3%，赢赖清德10个百分点。该机构董事长吴子嘉分析表示，这代表蓝白一定要和。希望民进党下台，希望岛内政党轮替的力量啊，是一种主要的力量，是岛内的主流民意。问题就在于，希望下架民进党的这股力量呢，本身是分散的。如果说三者合起来，实现蓝白合完全的一个整合呢，就能够把这个最大的民意得到真切的一个释放和实现。如果说蓝白实现不了合的话呢，尤其是蓝白未来啊，这个在选举过程当中还在互相拆台、互相斗争的话，恐怕就会使得这股下架民进党的力量啊势头逐步的走弱。所以说，对于岛内的非绿的这个阵营来看啊，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好团结，做好蓝白合，只有这样的话，才有下架民进党的可能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赖清德叫嚣国民党支持的一中原则不可能给两岸带来和平，您作何解读呢？对于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我有2个方面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周现身台湾，对赖清德发出了美国不会改变一中政策，同时不支持台独的政治信号。这被外界认为是在专门敲打赖清德，因此赖清德有关一中原则不可能给两岸带来和平的言论，表面上看来是在攻击国民党，但其真正反击的对象其实是美方。而在我看来，赖清德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挑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显然又是因为他感受到了选战的压力与危机。因为岛内最新出台的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支持率首度跌破了3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才不得不剑走偏锋，亮明了台独观点，其目的是巩固自己接近40%的绿色基本盘。第二，赖清德这个表态，实际上也就进一步挑明了接下来岛内2024选举，其实质就是统与独、正与和的博弈与较量。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仅中国国民党及其参选人侯友宜有责任和义务驳斥赖清德的观点，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和平与统一的大陆，也可以及时站出来驳斥赖清德的谬论。因为这些年来，大陆已经通过军事威慑手段，尤其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舰机绕台巡航，向岛内的绿营，尤其是民进党发出了支持拥抱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的明确信号。接下来大陆还可以向岛内选民发出承认一中原则就意味着两岸和平的信号。国民党为拉台参选人侯友宜的声势，近日在全台举办多场造势晚会，不仅邀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站台，而且宣布由台北市长蒋万安担任台北市竞总主委。那对此您又如何看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钢要死在刀刃上，现在距离明年1月份的选战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到为侯友宜的选情吹响冲锋号与发起总攻的时候。然而我们看到，国民党已经是把自己的王炸都甩了出来，也就是把蓝营的2张调动人气的王牌韩国瑜以及蒋万安都推向了最前线，大有要提前打响总决战的架势。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就使出全部的力量，很显然并不是冲着蓝绿对决而来的，也就是不是冲着民进党与赖清德而来的，而是冲着代表白色力量的柯文哲与民众党而来的。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眼下的任务不仅仅是要促成蓝白合，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促成以国民党为主导的蓝白合。而促成国民党正主导的蓝白合，标志就是要形成侯贺配，而不是形成柯侯配。我曾经说过，对于国民党来说，要想重新拿回执政权，
必须要闯过2道难关，也就是要在2024中选时战胜民进党与赖清德。但眼下最为迫切也最为关键任务，却是要战胜白色力量，也就是要让侯友宜在跟柯文哲在接下来的全民调对比当中能够战胜柯文哲。而且在我看来，让侯友宜在全民调对比中战胜柯文哲，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2024选战中战胜民进党与赖清德。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假如蓝白合是以侯科配的形式出现，并且最终取得了岛内的执政权，那不仅意味着国民党将不得不把其赖以为生的两岸事务主导权让渡给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并从此失去自我。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是从泛蓝内部分裂出去的群众，一旦柯文哲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那就意味着民众党将有机会进一步做大，原本寄生在蓝营内部的白色力量就有可能取国民党而代之，国民党将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说，由柯文哲与侯友宜2个人究竟谁配谁而引起的蓝白相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持续了数十年的蓝绿斗。而当前侯友宜的民调之所以难以超越柯文哲，根源又在于泛蓝内部不团结，出现了严重的跑票现象。我认为这就是国民党不得不提前甩出自己的王炸，也就是不得不请出自己的战斗蓝韩国瑜以及蒋万安的原因。